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鸟人战队》。开场呢有5个关卡，可以任意的选择顺序。都攻略完之后，还有一个最终关。鸟人战队的成员包括5个，分别是红鹰、白虎、黑鹫、黄骁还有蓝焰。这5个人呢可以分成3类。使用枪的攻击力比较弱，好处是攻击的范围比较远，血量呢只有6滴。使用全套的血量是7滴，攻击力和剑是一样的。使用剑的呢是2个人，血量是8滴，攻击力比较高，但是攻击的范围比较近。另外这5个人都有一个统一的动作，按上按攻击键是用腿进行攻击，这个腿的攻击力就比较高了，所以说我感觉还是这种远程比较好用，可远可近啊，可长可短啊，伸缩自如。刚刚呢我放了2个清屏的道具，这个道具呢每进入关卡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，并且每个关卡里边还会有补充，放一下就没了呀。这里呢进入 BOSS 战。BOSS 战的部分可以说是本作的亮点了。玩家呢会驾驶机甲和 BOSS 进行战斗。这里是机甲的变身画面，每一关都有的，但是后面的关卡我就剪掉了。组装的这个机甲应该是叫做伊卡洛斯。进入 BOSS 战就是格斗游戏了，2个操作键，一个拳，一个跳，按下呢是防御。血条的下方呢是咱们的能量条，能量满足条件之后可以放大招。打的第一个 BOSS 叫做次元魔镜。BOSS 很多名字里边都带有次元，因为他们被次元虫寄生了。有一个大招啊，把它收了。BOSS 的打法其实都差不多的，咱们就等他2到3次前冲之后，有一个硬直，然后可以打他。他放大招之前也有硬直，也可以打。好的，第2关。这款游戏的素质还是不错的，那毕竟是缺影战士的厂家代工的。原本其实这种特摄剧改编的游戏呢，游戏素质都不是很高，但好在呢这个制作组啊还比较给力。游戏的难度是比较低的，因为当年看特摄剧的一般年龄层都是低龄的观众，所以说改编的游戏呢，你不能让它的难度过高啊。我现在选择的难度是普通，那其实开场呢，你还可以选择简单，通关之后呢，还可以选择困难。困难的话就是锁血，但是关卡的难度并没有改变。这些虫子类的敌人一下就能清掉了。蹲着开枪的敌人是最讨厌的，不过1次跳跃就可以躲开2个子弹，因为它子弹发射的间隙还是比较小的。好的，第2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叫做次元相机。我记得小时候第1次见到这款游戏都惊了呀，红白机啊竟然可以见到这么大的 BOSS。防御对面的普通攻击还是要掉血的，但是如果你防御的是对面使用的大招，血量是不掉的。
好的，又用一个大招结束了。我不是针对谁啊，我是说这款游戏所有的 BOSS 都是垃圾。想打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打无伤的。这关呢，我选择了小白，小白好像是个妹子吧，所以说这关咱们要多玩腿啊，这个腿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范围、攻击力、可玩度都可以，手感、操作性，这里我躲不开了，所以说只能放一个大招了。大家可以看见同屏的敌人数量还是比较多的，那所以说呢，它的贴图就比较小。我其实呢还偷偷的把这个画面稍微放大了一点，但还是没能完全解决这个贴图过小的问题啊。因为小的时候玩游戏嘛，有一个执念，就是贴图越大的游戏就是越好的游戏。第三关 BOSS 叫做次元巴士。这些 BOSS 呢，在原作里边都是有登场的。同样防他2次前冲，然后呢用拳头打。这个前冲，如果你不防的话，按后也是可以躲开的。哦，对面放了一个大招啊，一个突进啊。想要打无伤的话呢，就是要躲他的前冲。最后我还打出了连续技啊，一个突进，然后接了3拳。咱们的招式也是有很多种的，那我一般都是攒满了再放。这招的攻击力呢最高。哦，转眼啊，第4关了，一半了呀！这款游戏一共就是6关。我感觉这次我录制的比较快，因为最近呢有一些小伙伴给我留言说想看这款游戏。那给我留言的小伙伴应该是近3年左右关注我的，因为这款游戏我大概在4年前录制过，但当年录制呢，清晰度和帧数肯定没有现在高，而且呢，剧情介绍啊，肯定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啊。其实做视频太久了，做的太多呢，很多游戏我录没录制过，都已经有些恍惚了，需要自己回去查这款游戏到底我录没录过呀。利用大招清一下屏，走到这种地形呢，就是要 BOSS 了，但也不都是绝对的，你像最后一关的时候可能会有陷阱。好的，第4关 BOSS 青球鱼。这个 BOSS 在剧情里边应该是第1个被击败的，是被火箭筒轰的。想要打得快一点就激进一点，打得慢一点呢，你可以躲他的前冲，这样方便打无伤。好的，哇，这一套啊，3拳接个大招上去又2拳，他没有血了。有血的话呢，还能再连掉1滴血，这个连续技很猛了。
第5关，只剩黑鹫没有用过了。黑鹫和小红一样，它是使用剑的，性能也都一样，攻击力、移动的动作、使用的武器、血量，其实呢就是换了个颜色。这里感觉躲不开了，放个大。特摄剧改编的游戏，我应该还录制过《恐龙战队》。恐龙战队录制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也3、4年了。另外还有特救指令，特救指令的素质也非常不错。也是这个厂家做的，毕竟啊，能够做出《赤影战士》，也就是《水上魂斗罗》那么经典的游戏。好的 ，BOSS 战，本关的 BOSS 时空猛犸象，这回呢就不是次元了，因为他身上特殊的道具是时空碎片。这个猛犸象还是比较猛的，它往前冲的距离有的时候会非常远。半根血没了。我的大招能不能攒上了？我感觉要把他干掉了呀！哎，他跳起来了，浑身闪光。那刚刚他要放这招呢，是一个地面的冲击波，但是缺点就是吟唱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说被我打下来了。好，最后一关了。哇，这真的快啊！我感觉15、16分钟就能打完了。那我上次录制这款游戏好像还录制了20分钟以上呢。最后这关啊，咱们就用小红了。这关还是有一点难度的，但游戏当中呢，给的补血的道具特别多呀。有的时候干脆给你一个大的。前面这部分还可以，这关应该最多呢可以打出2个放大招的道具，但有的敌人我没打，所以说就错过了。其实也无所谓了，那有大招的道具呢，就是攻略的更顺利一点吧。很多地方呢你不用走位了，直接一个清屏就完事儿。就像这个地方，我就需要不断的蹲啊。好了，前后夹击啊，不仅是前后，还上下。我这个有点顶不住啊，现在一起对付2个就费劲了。岁数在这摆着呢。好，进入这种地形了，但是最终关呢比较特殊，进入地形之后还需要往前走一段。最终 BOSS， 最终 BOSS 是一只破坏魔兽半丸。之所以叫半丸呢，是因为在剧情里它是用蛋孵化出来的。最后一关啊，这个变身的动画咱们就保留了。我来组成头部。好了，上吧，要相信光啊！最终 BOSS 咱们打一个无伤吧，走位嘛。这些 BOSS 前冲呢，有的时候是3下，有的时候是2下。所以你如果想打无伤的话，你就每次
他冲3下了再躲，2下呢就不管他了。这大招大概能打他1/3的血吧。他的能量不够就不放大招啊，然后继续往前冲。这个行为模式其实非常单一啊，剩2根血了啊！他放了一个大，好的，他没有血了，所以我放了一个比较小的招式，清掉，这样呢通关。总体来说呢，这款游戏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作为特摄剧做到这种程度，厂家真的是尽力了呀。尤其是 BOSS 战的部分，采用了大型的机甲，用格斗游戏的方式来进行攻略，在当年来看还是非常有魄力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鸟人战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